姐，赏点米吧。别去，没赏点吧。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好了，可以出去了。好啊。想走，没有梁飞盯上了，谁也走不了。
他是中国人，饶我一命。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どこの部隊だ？警備署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谁的？儿子，快！张头。司机，司机，快！快！来快！开始了！走着。走。この部隊だ。まあいい。あれ。
保護、死んだ銃を見つけました。見せてみろ。はい。隠せか。動くな貴様。うわっうわうわあキズラフェラやつを捕まえろ。やつを捕まえろ。捕まえろ。やつを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待て待てほら待てこら。いいかくれぐれも。はい。警備を怠るな。見張りを増やせ。はい。はい。敵襲に遭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敵襲だ。敵襲だ。
决一死战！梁飞，梁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梁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谁是缩头乌龟？大哥，就是。 あそこだ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べえだ捕まえろ梁飞快点快点快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撤撤什么撤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我说过，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就你这样的，还跟我爷爷比？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3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尽头。小心了！小鬼子！这一招，梁家刀法第9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也算你不远。
長官何岡が証言の不幸を奪ったようです。バカ野郎、貴様一人ずつ調べろ。ついてこい。哎，小妹儿，哎，你长挺白。滚！妈的！姑娘，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像话了你啊！来，姑娘，来，哥，走，哥稀罕你，来，选一个。哎，哟，太君，嘿嘿，你什么事儿？我继续的搞吧。嘘。哦，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李明请。哎，哦！快，一定赶在火车前头啊！哎，有人吗？好戏在这儿呢。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大鸭梨有需要的吗？香烟、苹果、大鸭梨。我看不像。いけ早くおい起きろ这个傻，下面了，把车递过来。
，3、4撤！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注意隐蔽，准备战斗。好嘞。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对，米西，苹果、梨，吃的。这里撤火，快走！是。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上后步跑宝剑，冲啊！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队长，没有发现宝剑，都找遍了。不可能啊！看我这，他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也行。也像是感冒的，你看后边那个。看着上车的，今天哪会挂单呢？一定是。没事，危险，快闪！
走！哦。把剑给我。你是谁？我梁飞还没干过，说到没做过。你是梁飞？知道还不把剑？隣で結婚式をした。あ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はい。あの家はチャン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おお。はい。あ。はい、見てみろ。揺れなかったか？何が？結婚式で探せ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やったら捕まえてこい。はい。来い。おい。隣の家を調べる。いるぞ。おい。别干了，别干了，别撤！哪有人发现哪个？什么？快把这个衣服换了。先生，黑的还有鞭炮吗？有，赶紧关门。是。快快，先生，我说，这里的门上来。什么？上！快点！ここだ！ここだ！什么客人？
快走！快！别拉了，赶紧撤！掩护，快点撤！杨飞，好了，四位，喂！杨飞，你们还不走？快近一点！老蓝头已经吃了，快走！那个，老实走，快走！好！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バカ野郎！報告！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あかり。はい。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を破壊できる。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必着になってい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はい。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者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はい。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だ。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杀周一海，跟我走。兵を。はい。
了，那咱们算啥？陪他们玩呢？我估计啊，他们这次是发狠了，要不然不会调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政委，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的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我就死了呗。你以为呢？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政委，我梁飞，开门。政委，咱暴露了。暴露了？谁暴露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啊！收拾东西，撤。哦。站住！この2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妈呀，太悬了！蔡航，景一同志没回来呢。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海河桥桥头会合，经理交给我。我也等着，别闹。好，小心点，站不着，我们走。お前ら見てろ、行くぞ。杨丽。站住！集合。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続く。お前ら2人残れ。别动，走。你是特战局的吧？你是错人了吧？警備署連行、尋問だ。続け。はい。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经典影视解说频道。今天咱们来聊一部2013年播出、口碑相当不错的抗战剧《飞哥大英雄》。这部剧由雷佳音主演，讲述了一个留学法国的武术世家子弟回国复仇的故事。雷佳音把一个痞里痞气、不服管教的草莽英雄演活了，很多观众把他称为中国版的007。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讲第1到第5集。第1集的开篇是抗战烽烟四起的济南城。梁飞，一个出生于济南武术世家的年轻人，他从小跟着爷爷梁敬天练得一身好武艺，心中怀有赤诚的爱国情怀。长大后，他赴法留学，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飞深受爷爷爱国思想的影响，他毅然放弃国外的学业，回到济南。然而等待他的不是亲人的拥抱，而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梁飞回到济南后，还来不及与爷爷见上最后一面，梁家就遭奸人妒恨，被日本人满门屠杀，全家老小几乎全部丧命于日寇的刀枪之下。只有一个年幼的弟弟梁天成侥幸逃了出来。雷佳音在演这一段的时候，眼神从惊喜到震惊再到崩溃，情绪转变非常到位，一个体骨铮铮的硬汉流下了眼泪。他跪在废墟前，拳头攥得咯咯直响，几乎要将嘴唇咬出血来。但梁飞不是一个只会哭泣的懦夫，他很快就将悲痛化作了复仇的力量。他悲愤之下，在济南城的街头公开贴出战书，誓言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3天之内取仇人性命。这种张榜复仇的做法非常大胆，完全不像一个普通人会干的事。也正是这件事，让梁飞这个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济南城。人们都在议论这个敢向日本人叫板的年轻人。与此同时，武工队正在为营救被捕的联络员而发愁。石队长和黑子讨论着王政委为什么非要梁飞帮他们营救联络员。黑子急得直跺脚，说梁飞把自己弄到监狱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可石队长自己也说不清楚梁飞的真正打算。而此时此刻，梁飞正被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监狱里有条不紊地布置着自己的计划。监狱里有个自称老大的犯人为难梁飞，梁飞不但没有退缩，反过来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日本人接到上级指示，有个武工队的联络员被捕了。日军高层判断八路军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救他，所以他们要赶在八路军找到人之前先把人找到。但梁飞比他俩都快一步，他用自己的怀表引诱看守监狱的日本兵过来，对方贪小便宜走近，当场被梁飞制服并杀害。梁飞成功从牢房中脱身，出了牢门之后，对着监狱大喊道：“谁有拒载？”他在用暗号寻找武工队的联络员。此前刚被他教训过的那个老大也在此时帮他找到了联络员。两人对上暗号后，梁飞带着他来到了事先与武工队约定的监狱澡堂。石队长和武工队的队员们按照指示提前安放好了炸药，他们引爆了炸药制造混乱，梁飞趁乱带着联络员成功越狱。这一集的越狱戏设计得非常紧凑，梁飞一个人干了几个人才能干的活，他既聪明又大胆，武工队也因此看到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能力。第1集结尾，石队长和王政委开始认真考虑要把梁飞吸收进武工队，但梁飞的心思此刻全在另一件事上，复仇。第2集一开始，故事的主线就聚焦在梁飞3天内为家人报仇的誓言上。他战书上的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要亲手杀掉仇人，夺回家传的大刀。他锁定的目标有3个：高大祥、本田和小野。高大祥是个狗仗人势的汉奸，本田和小野则是日本军官。一开始这3个刽子手根本没把梁飞放在眼里，他们手里有枪，背后有日军撑腰，梁飞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条丧家之犬。然而他们低估了梁飞的智商和手段。梁飞并没有傻乎乎地提着刀正面应聘，而是先潜入到日本人的空手道会馆中。他在会馆里巧妙地用空手道与对手周旋，先用格斗技撂倒了几名日本武士，接着在最关键的时刻直取目标，当场击杀了高大祥。梁飞干净利落的身手，既符合他武术世家的出身，
也符合他留洋归来的空手道会馆中完成自杀后，梁飞又设计逼迫日军军官本田冲出军营。本田以为有人在挑衅他，带着兵就追了出去。结果踏入了梁飞设好的埋伏圈，几个人被梁飞一个反杀，场面既解气又刺激。3天之内，他言出必行，取走了3条人命。梁飞不但成功复仇，还夺回了家传的大刀，成为轰动济南府的大英雄。接连的刺杀行动让日军高层措手不及。宪兵队长石祥顺等人痛批梁飞胆大包天，但梁飞的血腥手段确实让一些日军成了惊弓之鸟。济南城的消息传到武工队，王文清政委开始积极争取梁飞加入武工队。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本事，更有为国为民的血性。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的势力也闻风而动，他们手头有一个更复杂的任务需要解决：杀死大汉奸周玉海。周玉海是汪伪政府的大汉奸，手里掌握着重要的细菌病毒情报，一旦他投靠日本人，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国共双方都想除掉他。听说梁飞能够3天手刃仇人后，国民党方面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梁飞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在国共日3方势力之间来回周旋。第2集中，梁飞的复仇故事和武工队的招揽2条线并行推进。武工队政委王文清一心想要把梁飞争取过来，而梁飞却对这个组织始终保持着距离，他习惯了独来独往。梁飞很快便有了一个新任务，协助武工队夺取一把宝剑。此时刘锦仪作为延安方面的代表也来到了天津，他身为共产党人，负责协同武工队共同完成这项任务。但双方虽属同一阵营，却相互并不知情。于是一场在火车上的夺宝行动就此展开。而在另一边，国民党军统的胡克亲自来到天津，他此行有2个目标：招募梁飞，刺杀大汉奸周玉海。第3集，梁飞在火车上与刘锦仪不期而遇，2人同时盯上了那把宝剑，在火车上大打出手。这时的梁飞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身手矫健的女人就是延安方面派来领导他的。2人在摇晃的车厢中激烈交手，身手敏捷，招式凌厉。车厢外是呼啸而过的风声，车厢内是刀光剑影。最终，梁飞和刘锦仪成功夺下宝剑，但2人谁都不服谁，竟然又拳脚相向。这一段不打不相识的戏码，为2人日后复杂的合作关系带着特战局的人也加入了夺宝的行列。他愤愤不服，明明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夺回文件，没想到到头来却帮了梁飞。梁飞掩护大家安全出城，并把夺来的秘密文件交给陈彩霞，让他和尚檄文回到重庆复命。第4集，梁飞跟随组织来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他才得知刘锦仪就是这次任务的总负责人。可刘锦仪却一点也不给梁飞留面子，他做事雷厉风行，对梁飞这个野路子极其不信任。2人从第1次见面就不对盘，接下来的合作更是摩擦不断。梁飞心里又气又不服，可现阶段他也必须受刘锦仪的调度。刘锦仪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带着一股铁娘子的气势，她是延安派来的精英，有学识，有胆魄。他对梁飞的态度与其说是苛刻，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胡克也亲自来到天津，他身边带着陈彩霞和凯文2位军统精英。胡克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杀周玉海。而周玉海此时正躲在周公馆里，日方为此派出了情报处高干河野渡亲自带队，河野渡经验丰富，把周公馆保卫的水泄不通。梁飞和胡克带领的2股势力绞尽脑汁都无法接近周公馆。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梁飞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他先设法大闹赌场，用一连串骚操作把上位跟日本人合作的帮会老大曲小江天津当地的地头蛇，势力盘根错节。梁飞逼他利用帮会的力量，在周公馆旁边租下了一个院落。梁飞和胡克等人就通过这个院落秘密筹划对周公馆的下一步打击。这一招计鸡生蛋，直接把所有人看傻了眼。除了周玉海这条线，第4集还有一个重要的支线，
越军高层对梁飞屡次破坏日军的计划恨之入骨，特别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山本调到济南，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山本的到来意味着梁飞即将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山本制定了一套围剿梁飞及武工队的作战方案，一场更加残酷的较量正在暗中酝酿。梁飞还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军官，而是一个比他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更加狡猾、更加狠毒的对手。第5集，剧情进入了全剧的第一个大高潮。梁飞计划潜入周公馆刺杀周玉海，可周公馆守备森严，河野渡部下的防御极其周密。梁飞在赌场闹事后，成功在周公馆旁边租下了一个院落。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日夜观察周公馆的换岗时间和巡逻路线，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与此同时，日本女特工窦小凡也已经在暗中行动。这个女人身手不凡，心狠手辣，她也在寻找机会对周玉海下手。梁飞的行动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刺杀行动即将展开的前夜，梁飞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一个神秘高手突然出现，帮他引开了日军的注意力。梁飞趁机潜入周公馆，与河野都的人马展开了正面交锋。这是一场发生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死较量。子弹横飞，刀光闪烁，梁飞在黑暗中穿梭，一步步逼近周玉海的藏身之处。然而，梁飞在窗外看到的周玉海其实是山本安排的替身。山本何其狡猾，早就料到会有人来刺杀。梁飞识破替身之后，在撤离途中正好看到了真正的山本。两人隔着街巷四目相对，梁飞第一次看清了杀死自己家人的仇人。那一刻，他握紧了手中的枪，但他没有冲动，因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刺杀周玉海的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梁飞在刘锦仪等共产党人的积极劝说及帮助下，成功铲除了这个大汉奸。他临时加入了特别行动组，开始与日本高级特工窦小凡、日军军官河野都等人展开明暗较量。窦小凡的出现为剧情注入了全新的变数。这个女人既是日本特工，又和周玉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每一步都在算计，都在布局。第5集的结尾，山本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山本利用高剑锋作为诱饵，试图引诱梁飞上钩，但他没料到半路杀出了一个高手。英雄相惜，梁飞马上改变战略，引开小野一行人协助那位高手，成功铲除了高剑锋。这个神秘高手的身份成为第5集最大的悬念。他究竟是谁？是敌是友？他和梁飞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回顾第1到第5集，飞哥大英雄的节奏非常紧凑。短短5集已经完成了主角塑造、复仇主线、多方势力铺陈3大任务。梁飞从意气风发的留洋青年到家破人亡的复仇者，从孤身奋战的独行侠到被国共双方争相拉拢的香饽饽。人物身份经历了多次转换，但无论怎么变，他身上那股痞气和侠气，雷佳音把梁飞这个角色演得松弛有度，既有小人物的接地气，也有大英雄的果敢和担当。从武打设计来看，前5集的打戏可圈可点。监狱越狱时的擒拿格斗干净利落，空手道会馆里的近身肉搏拳拳到肉，火车上的夺宝对决紧张刺激，周公馆的刺杀行动扣人心弦。每一场打戏都有不同的设计和看点。梁飞的武术动作干净利落，没有过多的电脑特效加持，看起来像是实打实练出来的。这正是武术世家梁飞应有的人物设定。而且剧中还埋下了一条重要的暗线，神秘高手的身份。他接连在关键时刻出现，帮助梁飞化解危机。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将是后续剧情的核心悬念之一。第5集结尾，梁飞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选择。他已经成功铲除了周玉海，完成了任务，但山本的阴谋才刚刚开始。梁飞接下来是继续留在天津，还是去往别处？刘锦衣对他的态度是否会改变？窦小凡在暗中布局的阴谋又是什么？神秘高手的真实身份何时揭晓？这些问题都留给了后面的剧集。好了，这一期关于飞哥大英雄第1到5集的解说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